无论哪个道统，若以大欺小，我必登门拜访，灭他道统。柳神这番话一出，全场震惊。所有人都知道，招惹石浩就等于招惹柳神，那后果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。所以现在所有人都在心里打鼓，谁还敢轻易出手啊？这一战结束后，这片无人区里挤满了人，有各方教主，还有从仙谷一地回来的天才们。这些人肯定要把消息传出去，到时候肯定得掀起一场大风波。很多人心里不甘，尤其是剑谷、妖龙道门这些教派，连教主都死了，他们恨不得把柳神和石浩碎尸万段。可现在他们只能忍着，因为只要露出一丝杀意，肯定会被柳神无情抹杀。柳神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，那可是俯视上界的超凡存在。不过也有人开心的不行，长弓眼曹雨生直接冲到石浩身边，恭喜他有了这么强大的师尊，谁还敢轻易欺负他？从今往后，石浩在3000州的日子肯定好不多了。小兔子也蹦蹦跳跳的跑过来，调侃石浩道：“我还以为你会被人追杀的狼狈不堪呢，结果你直接翻身当了2世祖。”石浩瞪了他一眼，心里清楚，柳神可不是真身，只是一段战斗烙印。要是被人发现了，他立刻就要有杀身大祸。远处，雪灵也向石浩点头致意，他身边还有一个银发老人，微笑着看着这边。现在所有人都在盯着石浩，有了柳神的庇护，他完全可以顺利成长。只要给他时间，他将来肯定能在上界威震四方。龙女、洛道等人也围了过来，但唯独没看到青衣。另一边，柳神也被众人围住，仙谷一地的9大教主、齐道林还有孔雀神主都凑了过去。孔雀神主更是直接喊柳神师尊，把大家都惊到了。不过柳神没承认他，因为只是曾经帮过他而已。但孔雀神主不在乎，坚持要以师礼相待。石浩也很感激齐道林，这次他冒着杀身之祸来救自己，这份情谊石浩记在心里。他走到齐道林身边，比以前更尊敬地喊了一声师傅。魔女也来了，笑嘻嘻地调侃石浩道：“你现在可出尽风头了，从过街老鼠变成了大人物的弟子。”石浩瞥了他一眼，又主动向截天教教主等各方教主行礼，拉近关系。魔女还不罢休，凑到石浩耳边说：“对了，你和补天教圣女到底什么关系？”他真的有了。这话一出，全场都安静了，所有人都看向补天教。月禅的脸瞬间红了，怒视魔女，魔女却笑得更开心了。远处，不老天尊也出现了，他身边是秦昊和石浩的父母。石浩赶紧冲过去，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，满是激动和感慨。秦依宁哭着说道：“让我好好看看你。”石子玲也忍不住流泪，为儿子的成就感到骄傲。不老天尊也对石浩表示，秦族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。石浩点头，但他有自己的原则，不会加入秦族。他只是希望父母和弟弟能平安。石浩还特意提到一个叫阿蛮的小女孩，希望她能在秦族平安快乐。不老天尊身边的人立刻答应，会派人去找他的。曹雨生走过来，告诉石浩，域外有几个混账，横扫上界，还嘲讽3000州修士。石浩却不在乎道：“我又不是上界的人，我来自下界。”魔女提醒他，以后可能会有麻烦。石浩却说：“谁要是为难我，我就以下界生灵的身份和他们一战。”就在这时，柳神招手，一道绿光卷起石浩，带着他冲天去。不灭生灵和齐道林也跟着一起消失了。石浩站在那里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柳神，心里满是疑惑，问道：“柳神，你到底要去哪儿？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？”他一直想知道答案，因为柳神要去的地方对他来说太重要了。柳神抬起头，望着天边的群山，眼神里透着一股从未有过的萧索。他轻轻地说道：“我熟悉的世界已经没了，我生活的土地焦黑一片，我认识的人都死了。”这一刻，柳神不再是那个无敌的存在，他看起来像是在怀念过去，又像是在哀伤。石浩心里一紧，他看到柳神的眼睛原本清澈如水，现在却深邃得像深潭。他忍不住喊了一声：“柳神！”远处的不灭生灵和齐道林还在等着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这边的情况。柳神站在山上，悠悠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要去的地方，路途漫长的不知道尽头在哪里。踏过那扇原始之门，也许能到达，但也有可能，我的真身已经化成了一滩污血。”石浩听了，心里猛地一震，连柳神都觉得那么难，那他还怎么成功？但石浩不甘心，他想跟着柳神一起去，因为是柳神造就了他，他要和柳神并肩作战。他大声说道：“给我时间，我一定能变得够强，有资格去参战。”柳神却反问他：“以前的仙都战死了，你就算能达到那个高度，又能改变什么呢？”石浩沉默了，他想起了仙谷一地里的绝望之强，那些无上强者都觉得无力回天。现在柳神也觉得，就算有高手崛起，也很难改变什么。石浩不甘心，说道：“我会变得更强，强到一个人就能扭转战局，横推古今所有对手。”柳神摇了摇头，就算那样也不够啊，9天10地无敌，也只是在这片残破的世界里称尊。石浩不服气，说道：“我会变得更强，
柳神却轻轻叹了口气，这样的路太难了，你会失去太多。石浩追问道，那你能告诉我，你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吗？柳神说，仙谷一战太惨烈了，我去那里也只是想看看，了却心愿。石浩明白了，那个地方是敌手所在的地方，不是3000州，也不是他熟悉的任何地方。石浩大声说道，我会变得足够强，和你一起去征战。但柳神告诉他，你什么都不了解，不知道那需要多久，需要多高的修为。石浩握紧拳头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会努力的。柳神说道，如果有一天只剩下你一个人，无敌世间，但只能回忆过去，看着亲人老去，朋友死去，你还会觉得值吗？石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他看到柳神的样子，心里很疑惑，柳神不是无敌的吗？怎么现在看起来这么不自信？柳神道，我心坚如铁，会大步前行，一往无前。石浩回答道，那就等我站到足够高的地方吧，到时候我会明白一切。柳神点了点头，先过了边荒那一关吧。石浩心里一震，边荒是无数强者镇守的地方，没人能过去，但现在他要主动杀进去，才有可能找到那条路，这太难了，上界有人能做到吗？石浩发誓，我就是要创造奇迹，改变历史，超越古今，早晚有一天会走向那里。柳神没再说什么，只是和他聊了很多，包括石村的往事，下界的故人。他不想再谈沉重的话题了。石浩心里很难过，他知道这道烙印很快就会消散，他怕柳神的真身真的进去了，就再也见不到了，所以他拼命追问，想了解更多，好去寻找那条路。柳神说，好吧，我将消散，在离开前施展最后一种法，看一看日后会发生什么。石浩心里一震，能看到未来，这是什么法？柳神盘坐在山峰上，开始施展大法，他的身影变得模糊，天地都失去了光彩。突然天地间传来一声惊雷，柳神开始结印，口诵咒语，狂风大作，烟云滚滚，时光碎片飞舞。石浩看到一条大河从眼前奔腾而过，那是时间长河吗？他在河岸边看到了一些人从年轻到老去。柳神催促他，快看，用心去看。石浩看到了一个自己，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自己，但眼神里却有无尽的沧桑。那个自己站在那里，孤独地仰望天空，身后是一株焦黑的柳树。石浩心里一震，他不能接受这个结局。他大吼道，不会这样的，未来一定会被我改变。石浩站在原地，心里满是不甘。那一世的画面太让他揪心了，孤独地站在世界的巅峰，身边什么都没有了，连柳神都只剩下焦黑的木桩。他仰望天空，发誓道，我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。他的眼神坚定，发丝飞扬，眼中满是通红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柳神的声音传来。虽然他施展了大法，但每个人看到的未来都是不同的。石浩看到了自己的未来，可柳神并不知道具体内容，他只是隐约猜到了一些。不灭生灵也凑了过来，但他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画面。齐道林忍不住问，将来会怎样？石浩眼睛发红，鼻子发酸，他不想面对那个结局，更不想失去身边的人。他强装镇定地说，没什么，大事到来，繁盛昌盛，我遇到的人都还在，黄金盛况，举世同欢。柳神叹了口气，他太了解石浩了，石浩的失落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柳神轻声说道，想必未来很壮阔，但也很安静吧，许多人都将不复存在，难怪早有预言，整个世界都将枯寂，万古长空，同悲寂。石浩突然觉得压力山大，他要改变这一切，但不知道能否实现。柳神安慰他道，未来是不确定的，有很多变数，看到的也不一定成真，总有那么一线生机。石浩像是在雨夜的怒海中看到了灯塔，抓住了一线希望，道，是，一切都可改变，我就是那变数，我要争那一线曙光，改变所有。石浩大吼一声，时间长河已经消失，但他闭上眼睛，还能看到那个焦黑的世界。他不能容忍那种孤独。我要走了。柳神的声音有些虚弱，他的躯体开始瓦解，化成一缕缕光，融入山川之间。他最后对石浩说，掌握多种宝珠，也不见得能成为最强者。边荒那边，他们早已洞悉这片世界的法语道，你要踏出自己的路才好。柳神没有把宝珠交给石浩，因为他觉得石浩可以自己去领悟。昆门的老头子走过来，拍了拍石浩的肩膀，什么都没说就走了。齐道林也来了，他告诉石浩，还要去无人区深处找至尊殿堂。不灭生灵也拍了拍石浩的肩膀，然后离开了。几位高手走后，这里一下子安静下来。石浩站在原地，发了好一会儿呆。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他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这里。他一路沉默，思考着如何去改变未来。只有变强，才有资格去扭转这一切。几天后，石浩的心情渐渐恢复了，虽然心底有隐忧，但他还是调整好了情绪。他告诉自己，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，这片大地还不会沉陷。他闯进一座山崖，赶走一只凶禽，在鸟窝里睡了个大觉。第二天，他精神满满的继续上路。在路上，他听到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传闻：荒、威震仙谷，大战各路豪杰，
在那片遗地中独占鳌头，天下第一。不对，是跟石冠王、谪仙并列第一。你们都错了，他在擂台上连胜场次最多，才是真正的第一。仙谷一地的事情传遍了3000州，石浩也因此名动天下。除了石浩，还有谪仙、长弓眼、龙女等人，他们都在仙谷一地大放异彩，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焦点。这些年轻人只要不陨落，未来注定是上界的主宰。石浩借助传送阵来到了魔州，他要去见自己的祖父。火山依旧，岩浆翻滚，祖父大魔神从闭关中走了出来，看到石浩，惊喜地说道：“浩儿，真的是你回来了。”石浩冲过去，鼻子发酸，道：“爷爷，我回来了，还带回了很多好东西。”大魔神看到石浩带回的圣药半神果，震惊不已。石浩坚持让祖父收下天神果，大魔神虽然婉拒，但还是被石浩说服了。祖孙俩团聚了几天后，石浩再次上路，他要去火州寻找那片火桑树遍地的地方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不知道故人是否还在，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停下脚步，只有不断变强，才有机会改变未来。火桑林依旧红如晚霞，成片的树木带着火光炽热扑面而来，采桑女们穿着朴素，背着竹篓，忙碌而流汗。桑树上红钻般的火蚕吐丝。石浩走进林中，回忆起昔年在此的经历，却未发现火灵儿的踪迹。他穿过火桑林，来到一个熟悉的地方，这里有清泉、竹林和小河，曾是火灵儿的小院。然而如今这里一片焦黑，茅屋被焚毁，只剩下灰烬。石浩心中涌起不好的预感，他相信这不是火灵儿所为，而是有人来过并破坏了一切。他仔细搜寻线索，发现灰烬下有一块带血的碎骨盾，意识到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。石浩心中自责和懊悔，怀疑这一切是因为自己而起。他曾劝火灵儿离开此地，但他并未听从。他在这里搜寻1天1夜，却一无所获，只看到2棵顽强生长的火桑树，那是他和火灵儿曾经一起栽种的。石浩带着失落离开，前往最近的离火城。在离火城，石浩拘禁了城主，得知数年前曾有人来此寻找火灵儿，但未能找到。这些人来自剑谷、火云洞、罗浮真谷和天人族，他们奉命捉拿火灵儿，但最终失败。石浩得知这些后，怒火中烧，发誓将来必对这些势力报复。石浩回到火桑林，继续寻找火灵儿的线索。第4天，他在林子边缘看到一个采桑的少女，虽然容貌普通，但那双眼睛让他心神一颤。石浩走近，少女认出了他，眼中涌出泪水。石浩也认出了他，那是火灵儿，他未曾离去，一直在火桑林中等待他的归来。火灵儿恢复容貌后，显得格外灵动。2人重逢，石浩心中涌起暖流，而火灵儿则担心他仙谷之行的安危。石浩告诉他，表示自己在仙谷经历了无数挑战，但最终胜出，甚至击杀过天神。火灵儿听后既震惊又为他自豪，但也担忧自己与他的差距会越来越大，未来难以并肩。石浩察觉到火灵儿的失落，握住他的手，承诺会带他一起走向更高远的天地。火灵儿心中震动，美眸迷蒙，他被石浩的话语和举动深深触动。他深知石浩的天赋和未来的道路，但也清楚自己与他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石浩安慰他，表示会带他一起前行，但火灵儿内心明白，他或许只能陪伴他一段路程。石浩送给火灵儿一枚天神果，让他服下后迅速成为天神，这让火灵儿的修为大幅提升，甚至超过了石浩的预期。尽管他知道自己仍会被石浩超越，但这份心意让他感到无比感激。随后，石浩带着火灵儿离开火桑林，踏上新的旅程。他们要一起行走天下，探索未知。石浩和火灵儿一路畅游山川，享受着难得的宁静。石浩心中却始终记挂着天人族对火灵儿的追捕，以及他们背后的阴谋。他决定前往天州，找天人族算账。火灵儿担心此行危险，但石浩自信满满。他知道天人族的祭灵已重伤垂死，不足为惧。最终，他们来到天人族的龙脉之地。石浩远远驻足，目光坚定地望向前方，心中暗道：天人族，我又回来了。